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的方面，天下无双。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中了吗？哇，笑得这么开心，是不是中头奖啊？头奖，香港，对香港啊！香港免费戏票2张。怎么？2张戏票你就开心成这个样子，你真的是3八老嘞！姑姑，2张戏票已经不容易了，我抽这么多次奖，不要说戏票啊，就连陶乐北北也没有抽过。我帮你拿去换。啊，去啦去啦。真的是。哦，看来美丽好像真的是你的财神婆哦。哎，姑姑，我现在吃楼梯哦，你不要害我啃到哦。不是咩？你问你自己，你抽奖抽一辈子有没有抽中过啊？可是他一帮你抽，你就抽中了哦。哎呀，只是2张戏票，你以为是200万呢？哎，还有你中了那个超级大人马呢，这也是美丽的功劳啊。对啊。哎，姑丈，你有没有听过7米龟到掉糖啊？碰巧而已啦。哎呀，话不能这么说的，怎么好巧不巧，偏偏有美丽在呢就巧，没有她在呢就不巧啊。哎，这不由得你不信哦。人与人之间呢是讲缘分的，要互相配合的。那如果2个人在一起呢，配得不得了，你凡事呢就一定会很顺利。如果2个人在一起呢不配的话，最后啊一定搞到两败俱伤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不是跟你说，你跟美丽的八字配得不得了嘞？连你们相亲之后不久，你就中10几万的马票，这就再一次证明了美丽呀是你的财神婆。哎，到后来还不是烧到什么屁都没有？哎呀，就是咯，那是因为你说你不要他吗？那不是见财化水咯？不是，应该说见财化火。姑姑啊，你这样讲都行啊，你简直开玩笑嘞！喂？哦，我还在姑姑这里。哦 ，OK， 等一下我过去。哎，佳琪找我了啦。哎，你们要不要交白金啊？我顺便帮你们交。哦，来，亲戚一场，白金总是要交的，你替我们付100块好了。哎呦，你神经病呀！现在什么行情100块，你很阔气呀？那要多少钱？10块就够了啦。啊，那不太好吧？哎，现在是2个东东枪嘞，你才交10块啊？人家佳喜不是要跟学士离婚的吗？亲戚还能做多久了？一旦离婚了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哇，你给这么多白金呀，最后还不是便宜了学志的兄弟们？哦，你说的也对嘞。那原本我是要给200的，哇，我看我现在给20就好了，我才不要这样笨呢。哇，你还这么大方，给20啊？我10块我都觉得多了。哎，算了，给我5块就好了，5块就可以了。啊，5块，那太难看了吧？5块难看哦。好了，那干脆就不要交了啦。啊？哇，表，你真的做得出来呀？为什么不做不出来？能省则省哦。阿嬷已经跟阿爸走了，这个后事怎么办？大家赶快拿定主意。佳喜的弟弟现在还在殡仪馆等着我们的答复。
好跟殡仪馆的人安排一切。我弟弟是个医生，他很忙的，请大家快点做个决定，到底要停灵多久，举行什么仪式，土葬、火葬还是海葬？阿爸生前一直想回海南岛养老，如果是火葬的话，是不是要把他骨灰带回海南岛？后事呢，当然要谈，但是我看还是先解决保险箱的问题。有没有咖啡呀？哎，学子啊，你的佣人是怎么搞的？连一杯水都没有。妈咪，不用叫了，是我叫他去睡觉的。他昨天晚上医院、殡仪馆两边跑，最辛苦的就是他了。Yes, Mom. Yes, sir. Go and sleep. Go sleep. 要喝咖啡去殡仪馆喝，那边茶、咖啡什么都有，可以喝到你们爽。现在请大家先做个决定，我们好办事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先解决保险箱的事。什么保险箱？难道保险箱比谈后事还重要啊？你这儿子是怎么当的？谈后事？喂，你这个人很过分呢。谈后事啊！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？我说谈后事。学子，我们现在在谈家事，外人可不可以请他出去？他也是我的大哥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大家先决定是土葬还是火葬。我觉得还是先搞清楚老爸留下什么遗物最重要。我都说谈后事了。学子啊，他是不是在威胁我们啊？哎呀，谈后事吧。我们现在就在谈后事嘛。对呀。但是在办后事之前，我们总要了解一下老爸还有什么遗愿未了吧？他老人家走得那么急，什么都没有交代。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银行的保险箱，所以我同意大哥的说法。现在开保险箱才是当务之急。对，看看阿爸有什么交代，我们可以替他完成。其实嘛，按照法律，父母死后如果没有立下遗嘱，他们名下的所有资产都归孩子摊分。所以你霸住保险箱钥匙也没有用的，除非你得到老爸的授权，要不然你也是开不了保险箱的。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保险箱钥匙给交出来。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没有什么钥匙。我也没有。听到没有？他们都说没有嘞。老实说，我不相信老爸会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不过，正如二哥所说的，我们应该打开保险箱，看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老爸的遗言，好让我们帮他完成心愿啊。对呀，如果不能够帮老爸完成心愿了，我们才是不孝啊！放你的狗屁啊！要不是你们知道有黄金会这样在乎保险箱啊？黄金？嘿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黄金啊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秘密呀？神经啊！什么秘密？要不然你怎么会脱口而出说有黄金呢？对呀，肯定有古怪。快说！你们不要逼我大哥，他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就是咯。那你们不要假讲到别的地方去啊！现在是要谈怎样办后事啊，谈后事啦！你也不要假讲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好了，你们快决定，我们做主了。反正阿爸阿妈跟我们住惯了，我们的安排他们一定不会反对的。照我的意思，停灵5天。阿爸阿妈是拜佛的，就用佛教仪式，找几个和尚回来念经，让他们平静往生。举行火葬，买2个并排的骨灰位，让阿爸阿妈放在一起。骨灰放在新加坡。清明节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去拜拜。如果放在海南岛的话，那就难了。所有的费用大家摊分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的话，那就散了。学志，我们去选棺木。走了。慢着，你们想这样也走了之吗？没那么容易啊！对呀，这里轮不到你做主啊，有大哥，即使大哥不肯做主，还有我们排第2的，这叫做长幼有序。长你的死人头啊！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不见你们真的出来孝顺，人家走了之后现在就争着说话。要不是有保险箱，你们会争咩？哎，你这个臭流氓啊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为什么不轮到我说话？我是学志的大舅嘞，有没有听过大舅大过天八婆？你敢骂我？
哇，周末要打人啊！为什么动手？是他先动手的吗？哎呀，吐血了，吐血了！妈的，流点鼻血而已就讲吐血，要是我的脸给他抓到，那我的脸不是喷血？老婆，你是不是很不舒服啊？是啊，我好痛啊！哎呀，他晕了！哎呀，杀人了！你惨了，你杀人了！你叫，看我打不打你！大哥，你赶快报警啊！这报警啦！你以为警察是你阿公啊？我每个都打，等警察来了之后我认。大哥，我把钥匙拿出来就是了。钥匙？嘉熙，你为什么这样笨？赶快打电话！报警！快点！快点！钥匙就在这。拿钥匙！哎呀，是没事。哎，号码。你这样，这个拿出来了吗？几点可以去拿？知道了吗？没错。好了，查一下。回来啦！天气这么热啊，喝一点玉米水吧。佳倩啊，去倒玉米水。文文刚才在活化场哭得很伤心。那可不是啊，他的阿公阿婆啊，疼他疼得像宝贝一样。幸好刚才你没有去，要不然你看到他那些儿子媳妇啊，你也会生气。真的是很不像样。这个和尚在一边念经，他们在这边就谈到这个黄金应该要怎么分了，看得连我都发火了。看来只有大姐、大姐夫还有温温才是真正给老人家送行的。大家喝水啊！温温啊，哎，像他们那种的儿子媳妇啊，其实啊，真的不要他们送啊，也就算了。他们这样对阿公阿婆，以后他们的孩子也会这样对他们的。对呀，大人都没有做好榜样，小孩怎么学啊？我觉得 Daddy 妈咪最好了，虽然阿公阿婆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，可是他们还是很尽心的照顾他的。就是嘛，特别是嘉琪啊，做媳妇做到像她这样子啊，太不容易了，太令人感动了。这世界上去哪里找那么好的女人呢？你们也看得出的吗？嘉琪对她的家公家婆是没有话说的嘛。哎呀，还要你讲，当然好啦，不然怎么会把黄金留给他？你还好说，要不是为了你呀，佳琪也不会被他们逼得把钥匙交出来。就是啊，要不然的话，那些金条早就是嘉琪的了嘛。啊，关你屁事啊！你可惜什么啊？我是替嘉琪可惜了。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。即使大姐不交出钥匙，他们也可以申请冻结保险箱。至于那些金条啊，他们不会那么容易罢手的。对咯，哎，摔就摔在他们知道有个保险箱嘞，不然事情就好办了咯。我在想嘉琪起码也可以分到几条黄金呢。啊，1条黄金值多少钱呢？这是从银行的保险箱拿出来的金条，钱都在这里了，总共有12条。我可以看看吗？哟，还真重哎！阿爸一直在我们面前喊穷啊，原来啊最有钱的还是他。就是啊，谁会想到他偷偷收了这么多金条，还口密到大家不知道？哈，要不是我打破一张照片呐，还真没有机会摸到这些黄金啦。不然呐，这些黄金啊早落在别人手里了。还好啊，阿爸在天上显灵，让真相大白。不然呐，便宜了外人。什么便宜外人啊？阿爸早就指定是给我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么多金条，阿爸就指定给你一个人。是啊，要吹牛啊，想一想再吹吧。对呀，如果这些东西是给你的，干嘛不立下遗嘱啊？干嘛不在开保险箱的时候放上你的名字啊？而且你还一直不肯把钥匙拿出来，想独吞黄金啊！你的居心太险恶了吧？就是啊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哎呦，学子啊，他都快跟你离婚了，你还维护他？做人不要这么笨呐！
对呀，他还拿了保险箱钥匙，你都不知道，分明想要独吞。幸亏有我们，不然啊，阿爸死不瞑目了。你们不是说要分黄金了啦？怎么变成是批判我的大会了？你们是不是想连黄金都不要分给我啊？是啊，我不怕大声的说出我的立场。我觉得你不配拿我们林家的黄金。没错，你们连老爸老妈都没有办法照顾好，1天之内他们2个都死了。追究起来啊，这是你们疏忽，没有及早发现他们健康有问题，没有提供给他们医疗的照顾，所以你们哪有资格分黄金呐？啊！放你的狗屁！你们那么厉害，那么孝顺，为什么当初没有把老爸老妈接回去照顾呢？这不是我们愿意的嘞，是你强霸住老爸老妈的。对，那天啊，我们带阿爸阿妈出去吃饭，他还跟踪我们呐，暗地里啊还把阿爸阿妈带回家。我那时候觉得奇怪，他在搞什么？现在啊，看到了这些黄金，大家明白了。我想啊，他早就知道阿爸有这些黄金啊，他怕阿爸被我们抢走啊，失去了这个宝山呐。听你们这么一说啊，我也要讲一讲我的看法了。这几天呢，我心一直在嘀咕，阿爸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说走就走呢？就是啊，真是越想越有古怪啊！哼，听了大嫂这么一说啊，我突然间想起了，会不会是阿爸藏金条的秘密给一些人知道之后啊，要抢他的钥匙，结果啊，活活把阿爸给气死了。我要跟你们拼了！不要抓住我！不要抓住我！我要跟你们拼！气三哥，你发不着生他的气啊！还要跟你闹离婚，你管他干什么？对呀，他整天把你说的一文不值啊，你不用为他生气啦。我们是在帮你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女人啊，想让我们林家的财产做梦。你不要糊涂了，你应该为了我们林家的财产没有落入他的手里感到高兴才对呀。学子啊，你那一份我们不会忘记的。暂时我帮你保管。这个女人啊，想跟你离婚分财产，我怕这些黄金落入她手里。只要你们一离婚，我把它还给你，哈。你说的很好听啊，他以前就相信你那一套，现在还把这200万还在你的口袋里面保管着。哎，你不要挑拨离间好不好？我们啊，大家一致的决定。分财产你没份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你可以不同意我们的处理，可以保留起诉我们的权利。我们很欢迎你在法庭上见面。打官司我奉陪，不要动我哦。嘉琪，不要跟他们争。让他们拿，让他们拿。你想怎么样？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去砍死他们！醒一醒，值得吗？你想做值得吗？他们要就给他们，他们敢拿就给他们。如果他们拿得心安理得，就让他们拿个够。这些金条，你们全拿去，我们一条都不要。不过，请你们放在我爸面前跟他说一声。阿爸，你临走之前，当着阿妈面前
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我。你说我是个好媳妇儿，要把金条留给我，嘱咐我要好好照顾阿嬷，好好照顾文文，不要跟学志离婚。阿爸，现在阿嬷已经跟你走了，文文我会好好照顾她。至于学志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没有办法。我想学志也已经受够了，我们继续下去的话，两个人都痛苦。我也希望学志早一天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妻子。阿爸，你老人家也看到了，金条全部在这里。大哥大嫂、二哥二嫂，还有学琴，他们都反对我们分这些金条，所以现在这些金条都是他们的。我在这里上香跟你说一声，不是我不要遵照你的遗言，因为老人家也亲眼看到了。这里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余地。大哥，你代表大家跟阿爸说一声。你不是都说了吗？我只是片面之词，你要说了才算数，要不然阿爸还以为我在说大话。你上了香，那你们可以把这些金条带走了。去啊！这麻烦嘛。去吧，大哥。去呀！去吧。爸，金条呢？我跟二弟、四弟都拿了。学志他们呢，对你们照顾不周，我们都觉得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拿林家的财产。金条呢，我们会好好的利用，为林家争光啊！那好了，就这样吧哈。金条呢，我们会好好的利用，为林家争光啊！那好了，就这样吧哈。阿爸不让你上香啊！阿爸不让你上香，阿爸先灵了。阿爸，你真的有灵的吧？阿爸哎，阿爸哎！我看我们还是走吧啊！走。嘉熙啊，我知道那些金条是爸爸留给你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不分都分了，算了。嘉熙啊，
我一定会赚回那些金条的。我一定会把你该得到的还给你。生命是什么？小姨啊，生命是什么？生命啊，我不知道啊。阿公啊，生命是什么？生命，生命是什么？阿公不知道。阿妈，生命是什么？哎呦，阿妈在炸鱼，这里很烫，小心小心，快走，快走吧。William，生命是什么？啊？生命是什么？哦，我读的函授课程还没有教嘞。对哦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生命到底是什么？大舅，生命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样轻的问题不要问我啦！你这天才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哎，舅妈，你来的正好。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什么啊？你真的难倒我了。其实每个人对生命的看法都不同的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生命是自然，生命也是一场循环。就好像天空中的云会形成水珠，水珠呢就变成雨，雨降下会成河流流进海里，经过太阳的照射，蒸发成水蒸气，然后变成云，云又变成雨，雨又变成水，水又变成水蒸气，水蒸气又变成云，云又变成雨，雨又变成水，水就变成水蒸气，水蒸气就变成雨。错啦，水蒸气变成云，云变成雨，雨变成水，水又变成水蒸气，水蒸气又变成云，云又变成雨，雨变成水，水变成水蒸气，水蒸气变成云。有没有搞错？你们卖的是什么鱼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什么对不起？整块鱼都不熟，敢卖给人家？对不起，我马上帮你换份新的。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？想吃死人啊！哇，连个招牌都没有，你怕我去卫生部告你们啊？喂，你有完没完啊？都说配份新的给你了，还一直说一直说。哇，你还敢这么大声啊！我要去 complain 你们啊！先生，对不起，这是刚炸好的鱼，你拿去吃。你自己去割够吧。喂，你不要太过分哈，有胆就不要走。你想怎么样？砍你了，怎么样？文杰，拿刀来。莲玉，算了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砍人不用看日子的。对不起啊。你看，这种人要靠吓的，不吓吓他呢，他就缠着你要钱了。妈，你又在吵什么啊？那个混蛋，他说我们的炸鱼炸不熟，我看来看去也没有什么嘛。他是故意来找麻烦的，以为4块钱很大哦，骂到很爽哦。如果走慢一点的话，找人打断他的脚。打断他几根骨头。那些炸鱼呢？在那里。的确是炸不熟啊，难怪顾客会生气。鱼不用太熟的，人家鱼生也是这样吃，这样才新鲜吗？那怎么会一样呢？我们卖的是炸鱼，又不是卖鱼生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炸鱼都炸不熟。哎呦，可能是解冻结的时间不够咯，又不是全部都不熟，只是1块而已嘛。那么孬，下辈子投胎做妈好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我们卖不熟的炸鱼给顾客吃，就是我们的不对。如果你用这种态度做生意的话，那我们不如趁早结束算了。
我也是替文杰不知吗？文杰刚来，没有什么经验，当然杂鱼杂的不是很 perfect 咯。我看文杰不断的道歉，他还跟那帮骂个不停，觉得他很过分咯。这种臭人呢，我见得多了。以前我在酒廊做的时候呢，那些王八蛋死都不肯给开瓶费，还敢大声的讲小姐不漂亮，王八蛋，有爱拼有爱亲。好了，妈，别说了。好了，不要说那王八蛋了。文杰啊，你不用怕，有我在，谁敢欺负你，联谊会帮你出头的。谢谢联谊。佳倩啊，出来一下。家福最近很忙吗？他最近在搞演出啊。搞演出？他以为他是什么大明星啊？即使是大明星，都可以来看看这个20年不见的妈妈吧？妈，他真的很忙啊。你不要骗我了。如果他肯来的话呢，难不成5分钟的时间、10分钟的时间都抽不出来？他如果不想认我这个妈，不要勉强。我看呐，他早就把那个臭女人当成是他自己的亲生妈了。不会啦，妈。人我见得多了，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见过？即使是亲生儿子不认我，我也就认了。我现在是个穷光蛋呐，我什么都没有，谁会理我？妈，等他一有空，我就带他来见你啊。千万不要勉强。他如果不认我，就算了，我就当我没有生过这样子的儿子。我去外面抽根烟。佳倩，对不起哦，刚才炸坏了鱼。刚才那只鱼不是你炸的，对吗？可能是吧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你不用替我妈掩饰了，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她炸鱼的毛病，开猛火，外熟内不熟的。还是瞒不过你这个专家。我有提醒联谊，可是他说这样炸会比较快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随随便便的。对了，他刚才冤枉你，你干嘛不出声啊？我当作是给我自己的考验。啊？被人冤枉也好，被人骂也好，甚至被人家打都好，只要我能忍受，只要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我的考验就成功了。我说过，我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毛病。你刚才的表现算很好了，刚才顾客这么凶，你都可以忍下来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奖励自己一下呢？是应该啊。那今晚我请你去吃汤圆。这算什么奖励？跟你在一起就是给我自己最好的奖励了。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答应了？Hello。喂，做生意啦？家福啊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好？店关门了还待在这里？老爸跟大妈都不在，我不是回来帮忙咯。人家二嫂这么忙啊，每天下班回来之后还帮忙端盘子，我也得做个样子吗？你那么会做样子，那我叫你去见妈妈，你总是推三推四的，你做错样子不行啊。哎呀，见了面又怎么样？这么多年不见了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就算见到面，也不晓得要说什么。那你就别说啊，反正妈只是想看看你啊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是他儿子，他看看你有什么不对啊？我没有说他不对，我只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过他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干嘛这么婆婆妈妈认来认去的呢？你说那什么话？喂，她可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啊！亲生母亲又怎么样？她有没有负起做亲生母亲的责任过？有没有煮过一次饭给我们吃？有没有帮我们洗过一次衣服？当年把我们丢在一边，就跟别的男人跑掉，还不是大妈在？要不然我们两个早就变成孤儿了。你就这么相信他们说的话？那是他们故意这样说的，说妈跟男人跑，其实妈是被他们赶走的。三姐，你以为我们现在在拍那些婆婆妈妈的连续剧啊？哦，什么大老婆欺负小老婆，又什么母子分离的？拜托你不要这么老土啦，都20多年没见面了，你还想我跟他怎么样啊？
我不想要你怎么样，我只想你去看看他。如果你肯的话，叫他一声妈妈，他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啊，改天再说了，我有事要先忙了。喂，你说的啊，你可不要说话不算数。好了。喂。啊。我有事情要先走，店你要记得关啊。哦。还有啊，后门要记得锁啊。好。喂，阿娇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已经到了。你在哪里？我没看到你啊。我在后门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哎，阿娇，进来啊。里面有没有人啊？没有人，只有我们2个人而已。我老爸跟我大妈去喝喜酒，我哥跟我姐都不在。哎，来，请进。我不可以出来太久，因为我跟老高说，我朋友从马来西亚来，所以我差不多11点多就要回去了。可以啦，还有1个小时，足够我们吃一顿烛光晚餐了。你怎么没有穿我给你的衣服啊？我哪里敢穿啊？他会问的。哦，可是我有带来。哦，好啊，那你先去换吧。我先去准备啊。尊贵又漂亮的小姐，我有荣幸可以跟你一起共进晚餐吗？我要怎么说啊？你应该抬起头说 ，My pleasure。My pleasure。来。这双鞋啊，这双鞋是我特地为您准备来搭配你这么漂亮的衣服的。坐啊。来。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你不要这样说啊！我觉得好不习惯。哦，哎，那我们就无拘无束，他妈的吃个痛快。请坐。来。啊！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，你等一下啊。良辰美景，怎么能少了酒呢？我不会喝酒的嘞。你放心，这是葡萄酒，不会醉人的。你不要骗人。我没有骗人，我发誓。来，为我们的认识，为我们的第一个晚餐，干杯！干杯！安迪，不知道哪里可以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里。都是一样的。对喽，汤圆都是一样的，你干嘛搞得人家这么麻烦？不会，圆的好，你吃了才会诸事圆满。那你的呢？这么你不挑？有没有看到安迪的脸，已经很像芝麻了吗？芝麻？你说他脸黑黑的？
都是一样的，水了就特别大力咩。快走，快走！安迪，你脸上很多芝麻。想不到你还会捉弄人呢。谁叫他对我们说话那么凶？汤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食物，它做法简单，用料单纯，但是含义深厚。你看，圆代表圆满，代表团圆。全世界的人，不管他是什么种族，都希望生命圆满，举家团圆。我曾经想过，把汤圆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认识，就像麦当劳一样，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吃一碗圆满，吃一碗团圆。你的想法挺有意思的，我想你应该更努力的去实现。爱因斯坦说过，人类因为有梦想而伟大，所以就让我继续梦想，继续在梦想中伟大下去吧。你书读那么多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问过我，可是我怎么样都答不出来。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什么？有一阵子，我觉得生命是别无选择，就好像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？因为你别无选择。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命运呢？因为你别无选择。也就是说，生命是无奈的，就好像我读过的一首诗：我是山茶，含苞3年，春天开后，竟不是花。我是明月，普照冬夜，黎明才发现被冻成一片白雪。山茶含苞3年，历经多少寒霜。春天到了，百花盛开，山茶也开放了。但是，他才发现，它跟其他的花不一样，它原来并不是花。冬天的晚上，明月散发了光辉，照射了大地。但是，他的付出换回的只是被冻成一片白雪。我不过是一株山茶，不过是被冻成白雪的月光。我空有满腔抱负，却无处施展。喂，当山茶也不错啊，虽然它只是一片叶子，不过它能够释放出清新的空气。月光被冻结成白雪也没有关系，等太阳一出现，它就会变成水蒸气，飞到天空中。在天空，它会变成云，云会变成雨，雨呢又会变成水，水的用途多得很呢。来，为我们勇敢的阿娇小姐干杯！干杯！你为什么说我勇敢啊？如果你不勇敢的话，你现在为什么会坐在这里？来，再为我们有勇气的阿娇小姐干杯！不行了，不可以再喝了。糟了，已经10点40分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我才说你勇敢而已，你现在马上变懦弱了。我真的要回去了，要不然他会生气的。生气又怎么样？你又不是他的奴隶，他不要以为他花一点钱把你娶到手以后啊，就可以命令你这个命令你那个的，动不动就咬你打你。嘘，你讲话小声一点嘛。你骗人的，你说葡萄酒不会醉的，可是我现在觉得像浮浮的。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
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。